萨瓦迪卡，捧次格拉卡，印地刀拉靠速成口萌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城华先生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带大家来了一个在清迈比较特别的地方啊。它这地儿呢不是什么热门景点，但是来了的朋友都说忘不了。有一个恐怖的中文名字叫做地狱庙，但其实不是地狱庙啊，人门口叫地狱花园，听起来其实挺吓人的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它也真的挺吓人的。跟你想的可能差不多啊，就是那种拔舌头、下油锅被恶鬼追着砍，就是那种场景。在这儿呢，你可以1:1的看到那样的场景，因为它这儿这种都是露天放的这种，算是雕塑啊，所以你进来之后，你就会感觉到这种气氛，你的感觉完全就是进了地狱。我看了几个雕塑之后呢，我就已经开始头皮发麻，所以现在可能还有点没反应过来。跟大家分享这儿呢，也是记录一下我自己的状态。他是这样，是原来这个庙的一个老和尚呢修筑的这个庙，然后用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做了什么样的坏事就接受什么样的惩罚，你下地狱之后是什么样，可以让人一眼看到他是下地狱之后的那种样子，比如说被蛇缠绕，舌头被拉长，然后被切下去，然后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甚至脸上的那种表情好像被钉在地狱几百年的那种样子啊。所以说大多数上面都有一个牌子，它那个牌子上呢会给你介绍它到底这事儿是因为什么，比如说有的是因为已经怀孕马上要生孩子了，然后打胎啊，这种犯的这种问题，还有的是说谎啊，有的是骗人，有的是不尊敬父母，或者说是偷窃，或者等等等等，就各种。然后旁边呢都是那种站着恶鬼的那种样子，但是那个鬼肯定是那种小卒子啊，鬼卒子，他们不讲情面，只认因果。然后你可能觉着它很极端，但是佛教的逻辑其实就是你的行为决定你的命运，恶业就会累积，最终会报在你自己的身上。所以这座庙其实不是为了恐吓，而是为了教育，它是告诉你会下地狱，如果不想下地狱，就从现在就改变。我刚进来的时候就是也没有觉得有这么恐怖啊，但是慢慢沉静下来看了几圈，这些雕像它虽然不动，但是它透露出来的是一种警觉性啊。你不觉得你自己有多坏，但是我就会自己反思，我曾经有没有一些，比如说说过谎，或者说说过伤别人的话啊，有没有说犯过一些不好的事情，那可能就会提醒你自己。感觉就像你在地狱里走了20分钟，看了很多，怎么说呢？看了很多案例，
更多的可能就是提醒我们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有的时候不是报你，而是报你身边的人啊。晚上呢，或者说就是说白天不做亏心事儿呢，晚上也不怕鬼敲门。仔细想一想，这里边讲的东西其实很现实。佛教说的贪嗔痴，其实就是人类最大的烦恼。比如说贪心啊、脾气大呀、愚蠢的目的啊，这三样东西冒出来，人就会走偏。那像地狱庙里说的这些偏差的行为的后果，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景象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庙的另外一边呢，就是佛陀涅槃的这么一个过程，所以就是感觉一面地狱一面天堂。นะโมตั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ัมมาสัมพุทธั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ั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ัมมาสัมพุทธั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ั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ัมมาสัมพุทธัสสะ不要等下了地狱再去受那些酷刑之后再想，轮回之后再改变。我们从现在开始就逐渐的改变，因为人无完人，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得特别好，人多多少少都会犯一些问题。但是你看，我们看到这个园子里边，有的人就成人形，有的人就已经变成鬼怪，有的人已经面目全非。所以我们是不是想留一个人形，下辈子轮回的时候还轮回成一个人，或者说做一个更好的自己？反正这个地方呢，就不是说恐怖的感觉，我头皮发麻也不是因为它恐怖害怕，因为我并没有害怕这些东西，我只是觉着它真的像给我敲醒钟。这种给我的体验感官，可能跟我在佛殿里边去静心打坐一会儿，或者说念一会儿佛经，它是不一样的，它是另外一种冲击。所以如果有机会你来清迈，我希望你也来到这儿看一看这里边这些画面。那我能带给你的画面呢，可能冲击力并没有那么强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建议你亲身来感受一下。而这个地方呢，我认为真的感觉非常好。可能有事儿没事儿，我都会过来溜达一下，好吧？那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南城华先生，再见。